这一集我们来到了莺歌，除了大家熟悉的陶瓷老街，这次的焦点是新北市美术馆终于试营运啦。馆外青山绿水，馆内空间宽敞又超好拍。现在试营运期间免门票入场，真的超值得来走走的。除了拍美照、吹自然风，我们也会顺路探索附近景点。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莺歌美食补完计划，之前没吃到遗珠之憾，这次一次补齐。本来对莺歌的美食没抱太大的期待，结果竟然不乏让人惊艳的美食小吃。这集内容丰富又好拍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走，一起出发吧！今天来到试营运期间的新北市立美术馆，那当然呢，待会我们也会去走附近的一些景点，因为不可能没有给大家一些配套措施嘛。还有美食。我们来到新北美术馆之前呢，你可以看到外面啊，非常的漂亮，所以一定是要先在外面拍照一张。那这个一根一根的装置艺术啊，听说呢它是仿照芦苇的意象，真的还蛮像的哦，整个美术馆的外观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漂亮。不过我真的看到它那个孔啊，我就会觉得很像笛子，就会想要去压它、去吹它这样子。就是职业病。我刚刚碰到来自新竹的观众啊，他们说呢，他们特地上来看这个美术馆，他们觉得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，场地呢很开阔，依山傍水。他们曾经到台中的国美馆去看过啊，觉得说，这个场地其实不输台中的国美馆哦。我真的觉得这边很漂亮，而且假日啊带小朋友来跑跑，真的是一下子就把体力耗掉了。我们进去里面看看吧。好，今天来的人真的还蛮多的。我们先要来买票，然后呢，现在试营运入场是免费的，但是还是要用购票机去购票。目前呢，就是3A、4A、3B、4B 这4个展区有开，那我们先去看一下。哇，这视野好棒哦！我美术馆都差不多是这样啊，就是要有挑高的这种感觉。我们进来这里面，一种美术馆的宁静感就出来了。讲话也不敢大声。我们看到我们熟悉的淡水小镇了，因为这里是新北市立美术馆嘛，所以其实里面呢会展出很多关于新北市的一些地方风光景致。欣赏艺术品就像进行一场高维度的沟通，那有时候呢，你能不能领会到它的意思呢，就看你们之间的频率对不对咯。那什么是低层次的沟通？就是像我们之间，我没有，可以很简单明了。这个区块的展览品呢，我们看了真的觉得非常亲切，因为有90%以上呢都是我们之前拍摄过的景点。那我相信呢，其实新北市民来看呢，也会觉得很亲切，因为有些地方还刚拍过，历历在目。对，就像看到自己家乡的风景一样。那我们会建议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搭配我们的影片一起看。没错，非常适合配我们的影片一起看。这里面的无障碍设施做的还蛮漂亮的，大家呢推着婴儿车或推着轮椅呢，在这边行动啊，都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看我们小时候在听的音乐专辑封面还蛮酷的，砰砰砰砰砰的感觉。里面拍摄呢是不可以直直的朝着作品去拍，可是这幅作品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它呢是用木工常见的文钉作为媒材，很细小的钉子，然后呢利用它的高低呢造成了深浅阴影，然后呢产生这个颜色的变化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漂亮。大家来看，我觉得很值得。这个展区呢，展览了关于瑞芳啊矿坑历史的一些影像。那我们看了还蛮有感觉，因为其实这些地方呢，我们之前也都去过了。去年一整年拜访了非常多，对，也稍微有了解一些。那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呢，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。美术馆的展览呢，我们就是讲到这边为止，因为呢，就像看电影一样嘛，不能剧透太多，这样子就没意思了，大家自己来看吧。那从4月25号开始呢，连续6周的周末啊，这边呢外面都会有表演团体，还有市集，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看看，应该是非常精彩啦。美
美术馆这边还不错，还设计了一个休憩空间，让大家休息啊、喝水什么的。然后重点是外面蛮热的，现在里面冷气好凉哦。它这个建筑结构特别就会凉啊，里面还有开冷气，有温度调节功能。如果我是学生的话，我会喜欢来这边 K 书吧。到这里啊，大家都是疯狂的拍照，因为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的漂亮，尤其是它建筑物的线条啊，再加上太阳的光影，好美。随便拍随便漂亮。这是另外一个休息空间，除了休息功能之外呢，还摆了一些小市集在里面。逛着逛着我就好饿哦，东西看起来都不错吃。对，而且我也口渴了，刚刚不拍不觉得。好啦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开幕的时候还会再来。然后附近有很多景点根本一天跑不完，所以会留到下次。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推荐的话，跟我们讲，让我们接下来再去参观别的景点跟吃东西。觉得光这样试营运值得来吗？其实还蛮值得的，因为光在里面拍照，你就可以耗掉蛮多的时间。对，我觉得比我们原本想象中的还要更厉害一点。这里是三鹰龙腰桥，它是串联新北市跟桃园市的一条自行车道。那你如果从这条自行车道呢，它就可以串联很多莺歌知名的景点，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的新北市美术馆，然后你也可以去到陶瓷老街、陶瓷博物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条桥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，但是走一走，其实发现这边还蛮山明水秀，看一下好了。那这条溪流呢是大汉溪，那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啊，经过河水冲刷呢，上面的岩石变得像是洗衣板一样，很特别。溪水看上去呢是有一点淡淡的绿色，然后搭配上旁边的山景，我想所谓的青山碧水就是这样形容的吧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不是说这个景致有多好看，但是我觉得你走过来，它其实无形中带给你的情绪价值已经蛮高的了，因为你听着这个水流声啊，然后带着你的愉悦好心情啊，其实好心情看起来就漂亮。你说不出来哪里好，但是莫名就是很好。这是歌词吗？没错没错。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这是哪一首歌的歌词？大家猜得出来吗？莺歌老街的兴旺集此。那本来呢，我是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贴花的手工 DIY 课程，然后想要来做，但是呢，就是已经过了它最后一场的体验时间了。平日只有到4点是最后一场，现在已经4点20分了。你非常的失望，因为你今天是有点特地想要来，没错，体验一下的。对。像这个就是贴花的作品，贴起来是这个效果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做手工 DIY 呢，你主要的就是一个成就感。如果做起来预期就是可能会很丑，你就不会有想做的欲望。但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不管你几岁，然后你的手工能力怎么样，它贴起来就是会那么漂亮。所以我就很想要尝试这个。重点是我们家真的缺一些盘子，然后有自己特色，想说弄一点我们自己特色的盘子。对，拿出来拍片的时候也可以用。可惜今天太晚来了，我们刚刚前面在美术馆玩得太久了。既然都来了，我们就还是逛一下吧。那我之前呢会看上这家店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商品呢都是一个还蛮活泼的风格。你看像这样，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这种风格。对。像这组盘子啊，我就觉得还蛮特别，它蛮像是我们一般家里常常会出现的那种传统花色，可是呢，它的质感又有点不一样，又带一点日式的色彩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哇，这里的瓷器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因为我们前几个月呢才刚去过有田烧的产地，在有田市佐贺吗？对，佐贺有田市。那我觉得这边的瓷器啊，它的精致程度、漂亮的程度、特色的程度，也真的都不输有田哎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价格好像还更可爱了一些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为了要来莺歌啊，我特别带上这一副耳环，这是我上次在有田的时候买的陶瓷耳环。很可惜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体验 DIY， 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吧。它这边的课程其实有好几种，像手捏陶啊、手拉胚啊，或是马赛克拼贴，其实都是有的。对，而且我看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我们从橱窗看进去啊，里面的瓷器非常的华美。这个台华窑呢也是非常有名的，真的是一点都不输有田烧。
们现在来吃阿嬷的岛灰。之前我们在莺歌呢，其实有拍过一集美食的。那时候很多观众就跟我们留言说，可以来吃阿嬷的岛灰。那它的门口呢写着那个 A 呢是入，然后一个下。我想说这个字到底怎么念？后来我们就查一查，就是 A，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入下，就是好像是一个 A 咖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我的直觉也是觉得应该是 A 岛灰这样子。对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哇，这个豆花很好吃，它是属于姜汁的糖水。它刚来的时候呢，它底下还热热的，所以是因为加了冰之后呢，豆花才冷却下来。它的豆花呢，豆味很重，很绵密，但有一点点臭灰搭的那种味道。我觉得很像我们在吃那种蒸豆腐的那种口感。所以它的豆花其实是像豆腐那种感觉，滑嫩的感觉。它那个微微超味大的风味超级棒，好喜欢。我们之前碰到一个观众说，他很喜欢那种豆花，然后豆浆那种超味大的味道。对，他为了这个超味大呢，特地从哪里，然后追随到深坑那里。没错。我们今天加了红豆跟花生2种料，它红豆非常的绵哦，但是呢，花生呢，它是带有一点点颗粒感的，并不是滚干糯那样子。它是那一种很古早味的那种颗粒的。花生非常的香，然后你咬到那个花生破掉的时候的，哇，那个香味整个窜出来，我好喜欢这种古早味哦。它这个豆花呢，其实甜度是有的，但是因为加上了姜汁糖水的关系，把甜度综合得很好，整个呢是甜滋滋，但是甜而不腻。这个豆花也很适合做小的，很好吃。现在来到莺歌有名的永博垃圾面，那其实这边呢已经不在莺歌老街上面了。那我们刚刚看了一下介绍说，永博垃圾面为什么叫做垃圾面？其实呢是因为它的汤里面上面浮了一些渣渣，然后当时的人呢就笑说啊，它就是画起来辣撒，所以叫做辣沙米垃圾面。可是这样应该叫脏面才对，因为垃圾应该叫笨蛇啦。现在什么脏系列，什么脏面包啊，那些看起来都超好吃的。就是辣沙面包。现在喝一口它的汤，听说是有辣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淡淡的辣味。其实你光看，然后光用鼻子闻就可以稍微知道，喝起来会辣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算是一种柔和辣，加上大骨汤的感觉。听说它大骨汤也非常的浓厚，这样子。面蛮有嚼劲的，煮的恰到好处。然后我觉得整体的口味上来说呢，稍微是有咸了一点点。我觉得它面体看起来蛮硬挺的，所以应该是蛮有 Q 度的。对，它的辣呢，其实有点像辣豆瓣酱的辣。然后我觉得其实整个汤头啊，它的辣度跟咸度有点太突出，反而是大骨汤的鲜度没有跳出来，这就是蛮可惜的地方。汤里面呢有附一块红烧肉，还有猪头肉，其实刚好就跟我们今天点的小菜是一样的。对，它的特色就是，比如说它把它放在韩面里面。猪头肉还蛮好吃的，我们也有特别点一份这样子，因为我上次观众有推荐这一间，然后他说面他觉得普普通通，可是他的红烧肉就真的还不错这样子。它小菜也是有新鲜的哦，然后它的那个口感啊，各方面都处理得蛮好的。它红烧肉虽然冷了，但是还是很脆，然后不会太油，加上这个辣椒酱油呢，哇，好香，好好吃哦。我觉得它的那个红烧肉的肉啊，非常的扎实，所以咬感很强。其实我觉得很适合把它都丢进汤里面，它会沾染那个汤的咸香气，就觉得还蛮棒的。最后，因为我们最近想要饮食均衡一点，所以点了2个蔬菜，帮大家试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撮渣渣，那个不是卤肉哦，蛮特别的。那它的味道呢，吃起来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制的，不是那种罐头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诚意，吃起来很特别，很好吃。一样，这一盆也是有类似沙茶酱的渣渣，来拌开吃一下。它不知道是垃圾面里面的那个渣渣这样子，很香哎。我觉得其实就是沙茶没有错。它在这些蔬菜上面真的是让蔬菜好吃了不少，非常的多。我觉得它那个豆芽菜啊，其实也可以放到面里面。
去中和面汤的咸度，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汤比较偏咸了一点。其实我觉得蔬菜有时候就是还是要有一点油度，才不会吃起来涩涩的不好吃这样。对，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我们之后搞不好会拿豆芽菜来当做面来吃，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减肥了。我们现在才看到，原来呢，它的汤面呢也可以选择不辣，但是要提早说，也许呢这样能够更喝出它的汤头的鲜味。好。这一家是张英肉圆，它其实在这边呢有将近60年的历史了，开蛮久的。然后我在评论上看到啊，有彰化人说他就是蛮认同这家的口味，但是他觉得说价钱台北就是有点小高。那租金不一样啊，然后成本不一样。对，不过我们先来试试看看怎么样。哦，小胖麦。超 Q 超好吃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刚拉上来这样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就拉不太断。它是好吃的彰化肉圆皮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有吃过，不好吃吗？我真的吃太多彰化肉圆，危险发言。有一些我比较不喜欢这样。好，我不喜欢太过 Q 的啦。刚刚老板娘有问我说，你的酱要不要辣？我说不要，但是它这个不辣的酱呢，其实还是带微微的辣。那大人完全可以接受，小朋友要注意一下。我刚刚看到有别的客人啊，哇，他那个整个肉圆上面都是辣酱。然后我看他桌子上面写一个辣到皮皮唰的辣椒，所以你是可以自己加的。还不错不错。我等一下想要来皮皮唰一下，你先多吃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肉圆的内容物，超级丰盛，里面超级大坨的香菇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这是我第2次看到有香菇的，第一次是在苏来船。你慢慢想，我先吃。它咬下去，一股鲜香味窜上来，我觉得这个香菇呢占了很大的功用。那它不是只有一朵，它底下还有一朵，一朵又一朵。它整体而言呢，皮的部分算是蛮多的，可是因为它的皮很 Q 很好吃，所以我完全不介意它的皮多一点。它其实皮是 Q 中带软的那一种。我觉得皮是重点对对对，因为我很讨厌吃彰化肉圆的皮太过 Q， 然后到没有软度。对，然后吃起来就会有点像是咬比较软的橡皮筋之类的。哇，帮我加一下这个辣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内馅非常好吃，非常扎实。它让我想到南极场的那一间彰化肉圆。我觉得彰化肉圆里面就是要很扎实的。我觉得这间我给过超好吃，而且它的香菇很鲜香。对啊，我们2个都很喜欢这间的霸王。我刚刚说你加那个1点的时候，然后后来我看隔壁大哥，哇，他整个头都流很多汗，而且他很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看到大哥跑去要了汤，所以他说超辣超辣，所以我帮你留了一点余地呀。有了吗？很香很香，重点还给我后劲很香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心中有个数字在跑，就是10%、20%、30%、40%，然后它开始慢慢的扩散出来，那个辣真的蛮辣的，像那个什么 HP 的血值这样子，它是辣度一直在往上升，后劲很强。然后我觉得是可以吃一下，我会想要再加分，因为我刚刚真的只有加一点点，可能越来越大。帮大家试过咯，它是属于后劲很强那一型，会慢慢辣出来，不要一次就下手下太重啊。这个辣椒非常好吃，你如果拿一碗白面，然后就加点吃进去，就可以配完一碗饭面。它那个有点咸甜咸的味道，蛮香，可以试看喜欢吃辣的。差一点要错过它，这碗4神汤有够赞的，喝下去呢，你会感觉到那种沙沙的质地，就是薏仁的那个淀粉感熬得非常的出来，而且它整个颜色混到这个颜色，拜托，好好喝哦！我刚刚就是看到这个颜色，我就说，你怎么没点呢？这样子，这一定要点起来，对不对？光喝到汤就是很香的。我不知道是因为看到我在拍，还有给我多一点料还是怎样？我觉得料真的还蛮多的。大家平时都是这么多的吗？它的小肠啊，嫩中带脆，口感蛮好的。而且它薏仁看起来非常好吃，对，很好吃。然后汤也很好喝，我都还没喝到。咸度是刚好的，
四神汤上桌前预设都会先加一点点米酒，但如果你觉得不够重的话，你还可以自己再加一点。你刚刚问说你有加米酒，他说有，都会帮你加一点，但是桌子旁边就很说你要加多少加多少。这一家四神汤呢有加山药，然后刚刚还有吃到小小一颗的那个雪莲子，但就吃完了，我没有办法拿给大家看。我觉得蛮值得诶，2个都要点起来，真的。米酒加下去啊，整个真的是香气更浓、更重、更好吃。我们现在来到地哥筒仔米糕，那想当然尔，它就是卖筒仔米糕的，但是很多人呢很喜欢它的芋头排骨汤，所以我们就2样一起点起来。先来试试看它的筒仔米糕。3公了。哎呀呀呀！既然是香菜掉了，哦，这米糕上面是有加肉松的哦。你不要看它外表这样糊糊的哦，里面呢可是粒粒分明的。对，而且你吃得到那个糯米的香气，很好吃哎。再加上它的肉松也是很香，有咸但是不会过头。说真的，米糕类啊，我偏好的还是就是粒粒分明的，因为这样子那个米粒的香气才会在你的嘴巴那边滚来滚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筒仔米糕我们2个都觉得很喜欢。没有想到可以在莺歌就是吃到这么好吃的筒仔米糕，因为通常想象都要南部才有好吃的。因为我们正常都喜欢吃，我们自己喜欢吃台南的米糕，那台南米糕上面就是有加肉松，然后我不喜欢加那种就是比较不肥的肉燥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我特别的喜欢它的酱汁呢，就是比较类似甜不辣酱，但是还蛮恰到好处的。其实我觉得跟肉丸的调味比较像，肉丸的酱。好吃我们自己觉得好吃啊，那大家自己再看看自己有没有吃过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。来试一下它的芋头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在舀汤的时候，排骨酥的味道就是一直窜上来，超级香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是观众有推荐，但是我原本没有抱期待，但我刚刚觉得那个米糕就已经让我还蛮惊奇的，好吃的。它的排骨酥呢，裹着好浓厚的一股黑胡椒香气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的排骨酥不是在汤里面泡到软烂的那一种，还是稍微的外皮啊，稍微有点口感哦。它这个看起来比较不一样，就真的是有了黑胡椒浸润进去的感觉。没错。哇，浓厚香甜，这汤头真棒，而且它的芋头呢也是滚干米糯。试试看，因为大家最赞赏的就是这个芋头了。我觉得这间店厉害哦，行哦。芋头控一定要吃，就是我喜欢的那一种，里面还有一点粘性，然后外面化掉的那种感觉。我刚捞这块芋头出来的时候笑了一下，你知道我笑什么吗？笑什么？我们刚在拍 B roll 的时候呢，那个芋头还蛮大块的，因为我发现它现在整个变得很小块。为什么？它在我翻搅当中呢，就整个散在汤里面。这么厉害？只剩下这样子。汤头你觉得怎么样？汤头很好喝啊，就是浓厚的那种，就是排骨酥汤，非常好喝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又是相机福利了。这个小菜看起来蛮好吃的，但我觉得店家真的可以不用这样子，我们自己点就可以啦。2样小菜都蛮有水准的，这个烟熏味很重，然后呢，这小鱼干竟然是脆脆的口感，好舒服哦。而且豆干也很柔软，很喜欢。但是呢，它的小菜口味也是属于比较重的，我觉得配米糕起来应该会刚刚好。我觉得这间好吃因为我们刚刚2个结论是一个想要再多点一个排骨汤，一个想要多点一个米糕，蛮意外好吃的，真的。现在来到全国寝具店吃点心，这是仙草奶冻，超特别的。为什么是在寝具店吃点心啊？我找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在短影音蛮红的。重点其实是因为它是林玉婷奥运金牌，然后从小吃到大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先试试看吧。好，我来试一下原味。我刚刚看它那个晃动的样子，就知道说它应该是真仙草了。很好玩你把它抽进去，它会弹起来。不是，那你好，你把它放下去，对，好放。哦呦，它阻力好强，这样玩多久？对，应该要带点滑。不
不好吸，不好吸，很浓稠，真的。刚刚老板强调说，他整杯就是仙草就对了，没有无为博哎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哦，难怪就是有这么多人来拍。这是真仙草，因为大部分有一些仙草，我们不是吃到那种仙草蜜那些，里面可能是有加一些吉利丁或什么的。对啊，还有另外一种是加那种寒天的，会比较 Q 一点。那这种的话就是滑嫩浓稠，这就是我小时候吃到摊车卖的烧仙草的质地啊。对，烧仙草原本是水水的嘛，热收，然后慢慢放冷了，它就会变这样。虽然说我觉得我好像讲废话，可是很多小朋友不懂这个的。我们小时候吃是这种口感，可是说真的，我们的确是现在在外面找，比较少能找到这样的口感，而且很好喝。我跟你讲，它的甜度大概是1分糖、2分糖的甜度，非常适合我们这种不希望发胖的人。对，而且又可以解渴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建议想要发胖的人可以用的，来把它倒进去吧。我可以稍微想发胖一下吗？我想进入这个无限的漩涡里面。哇，仙草奶冻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当然啦，它是多了一个浓醇奶香，可是我觉得不加的时候也很好喝。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加啦，因为会胖啦。你刚刚问了可爱的老板娘说，为什么会在情趣店里面卖仙草奶冻？她说，因为他们家小时候呢是在做那种冰品甜品的，然后情趣店呢冬天会比较没有生意，所以他就想说，反正地方都有，就把它做起来吧。是夏天比较没有生意啊？对，错了。这一间是莺歌南雅夜市水煎包两面煎，看起来蛮好吃。这里也叫做南雅夜市，对不对？感觉好像很多好吃的，不知道观众有没有推荐这有什么好吃的？改天来拍一下这里。这个是水煎包，它的皮看起来特别的好吃，而且我刚刚看到是一个阿公阿妈在卖，觉得应该手艺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试试看。好好吃哦！我们刚刚已经先吃了一个了。我刚刚说要吃这个，你还说不要，差点走饱。真的好好吃哦。这面皮啊，看起来有点像，应该是老面皮没错。然后咬进去里面呢，它就马上有胡椒香窜出来，但不是那种很不舒服的，还有淡淡的中药香在里面。对，它那个胡椒是有中药香，很浓的中药香。然后里面高丽菜很脆甜。我觉得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水煎包，真的没有。它面皮蛮好吃的，但是也不算厚，所以整个口感很平均，很好。那我会觉得说，它旁边有辣酱可以加，但我第一次吃，我想说我先吃原味的，建议大家也这样子做。我很少吃到水煎包有面甜的，虽然它这样子小小一颗10块钱，可是我蛮喜欢的。这个面皮真的很强，因为我们两个真的都觉得这个水煎包非常好吃。我觉得是有深度的那一种。接下来吃的这间叫方记臭豆腐，然后我一直很想要吃吃看它，因为我觉得它炸起来的样子很好吃。我看图片，可是很多人说它不够臭，可是我觉得臭豆腐有些人喜欢吃那种看起来闻起来很臭的，有些人不喜欢。我正好是2种都可以接受，可是它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好吃的豆腐。我们不论是臭还不臭，我们来吃吃看。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传统口感，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柔软一点。那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要吃很脆、很坚硬的那种派别的话呢，它也有酥脆的口味可以选，口感啊，酥脆的口感。对，因为像有些人就不喜欢吃那种会刮口，就像你，只要吃到刮口，你就会非常的生气那种，这肯定不是的那一种。对，这个豆腐呢，其实很像我们在面摊吃到的豆腐干，然后拿它去炸。所以如果你换个角度想，就是把它想成那样的东西的话呢，你可能会觉得好吃非常的多。我很喜欢吃这种就是像炸豆腐的臭豆腐，它其实很好吃，因为里面呢豆味很香浓，然后非常的绵密。你看它，对，大家听一下参考一下。如果你喜欢吃那种很好吃的炸豆腐的话，我觉得这间绝对可以来试试看。这边是它的泡菜，它的这个泡菜是比较不带酸的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一种。但是你喜欢带酸的？对。很多泡菜啊，我喜欢吃那种带酸，是要带一点果酸香，不可以说有醋的味道太重那种，就太酸了，你知道吗？
一上桌，老板就拿了一盒9层塔过来，随便你加。我跟你讲，9层塔真的是加到什么小吃里面都很好吃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。我跟你说，加9层塔就对了，那个滋味更上3个层次。其实我在吃老板在做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可以知道说他对于食物的那种品味在哪边。我觉得这个老板吃东西的品味其实很高的。刚刚那家臭豆腐，我们2个都觉得很好吃。但如果呢，你是那一种对于臭豆腐呢心中有一个自式想象的人呢，那可能就不适合你。对，但是这间是个老店，它已经快要70年了。我们来总结一下吧。今天主要呢就是要拍新北市立美术馆的试营运。那我觉得试营运其实就还蛮值得来走一走了，因为其实整个空间很漂亮，很适合拍照。那我觉得你慢慢的走呢，慢慢的拍照，其实也要花掉不少时间，可以在那边玩大半天哦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顺便来清一下之前没有完成的莺歌美食清单，然后顺便走了一下附近的景点。当然还有很多的景点呢，我们是来不及去完成的，所以我们会想说，等到之后新北市立美术馆呢正式开幕之后呢，想要再找时间来走一走，然后顺便把其他的景点呢再一起走一走。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。美食啊或景点都行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